全球的独裁政权是否正在排队跳楼？乍听之下像是夸张的比喻，却有可能成为未来真实的写照。随着中国和俄罗斯这两根支撑全球专制体系的双支点相继出现动摇甚至崩塌迹象，国际政治版图上可能出现一连串的骨牌效应。若真如此，我们或许会在短短1年左右的时间内见证多个长寿的独裁政权相继垮台。例如古巴和伊朗等国真的会在12个月内倒下吗？而支撑这些独裁者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今天我们将以一个数学模型作为隐喻，深入解析。当财政输血停止，军事援助撤离之时，谁会成为下一个阿萨德？哪一位独裁领袖会重蹈叙利亚阿萨德的命运，被迫从权力的高楼上一跃而下？让我们一同探索这个惊心动魄的全球变局。俗话说得好，独裁者最害怕2件事：一没钱，2没枪。钱从哪来？军队的枪又从哪来？许多时候，答案都指向外部支援。长期以来，全球许多威权独裁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统治，往往靠着外部财政输血和军事撑腰。简单来讲，独裁者就像依赖输血管为生的重症病人，一边需要源源不绝的金钱供养，确保经济不至于崩盘，养得起安全部队；另一边则需要强而有力的军事支持。无论是自己国内的军队效忠，还是有外国大哥提供武器，甚至直接派兵护驾，有钱又有枪，独裁者才能高枕无忧地镇压反对声音，收买权贵支持。然而，一旦这2条命脉同时断了外援，金流枯竭，加上军事靠山撤离，那么这个政权的生存方程就会迅速解体，最终结果往往只剩一个：倒台。我们不妨用一个简化的数学模型来想象独裁政权的稳定性，把财政支援和军事支援各看作一个变数，取值为1代表支援充足，0代表支援断绝。当2项变数都为1时，有钱又有枪，政权稳如泰山。哪怕只有一项为1，另一项降为0，比如有钱没军事援助，或有军队撑腰但经济没钱，政权或许还能勉强撑一阵子，但已经摇摇欲坠。而当财政和军事支援双双归零时，把这2个因素相乘，结果就是0。换句话说，独裁政权将在短时间内崩溃。历史上无数案例证明了这个道理。失去经济援助又丧失军事支撑的独裁政府，往往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很快就坠落下来。不要以为这是危言耸听，我们先来回顾几个经典的历史场景，看看骨牌是怎样被推倒的。首先，让我们回到上1世纪末那场举世震惊的连锁巨变——东欧共产政权的集体垮台。1989年至1991年期间，苏联在冷战的军备竞赛和阿富汗战争中自身难保。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不再动用苏联红军干预东欧国家的事务，这相当于切断了东欧共产卫星国们长久以来仰赖的军事保险绳。同时，苏联经济自身已风雨飘摇，也无力再提供廉价石油、贷款等经济援助给盟国。结果怎样呢？短短1年多时间，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的共产党独裁政府接连垮台，整个东欧发生翻天覆地的民主化巨变。这些国家的人民仿佛一夜醒来，惊讶地发现曾不可一世的独裁者们一个接一个地从权力宝座摔下来。波兰团结工会率先在选举中击败共产党，民主政府上台。东德人民涌上街头，迫使独裁者昂纳克下台，并推倒柏林围墙。捷克的天鹅绒革命，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处决。这一连串事件就像骨牌倒下一般密集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决定收手之后，不到12个月，东欧的集权统治体系土崩瓦解。这是历史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当外部军事保护撤走，财政支援中断时，再强硬的独裁者也会变得不堪一击。类似的教训还有不少，让我们思考阿拉伯之春的经验。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其实背后也隐含着外部支援消长的因素。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倒台相对突然，与其外援关系不大，但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则与军队选择中立甚至倒戈密切相关。而埃及军队长期以来受美国军援供养，在关键时刻，美国没有再支持老朋友穆巴拉克，埃及军方也顺水推舟逼宫。
于是统治30年的强人瞬间失去靠山，被迫下台。利比亚的卡扎菲则是另一种极端，他没有强大盟友的军事庇护，当国内爆发革命时，西方国家甚至直接提供空中打击支援反对派，导致卡扎菲最终被推翻枪杀。反观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在同一波浪潮中之所以没有像卡扎菲那样被起义浪潮吞没，一个关键原因正是外援救了他来自伊朗的资金武器和来自俄罗斯的军事介入，硬生生撑住了摇摇欲坠的阿萨德政权。这些案例再度印证，独裁者们的命运往往系于外部金援与军援之上，只要钱袋子和保镖在，政权便有续命的本钱。一旦两者不在，同样的独裁者很可能就像多米诺骨牌中的一片，被推倒而无法自救。我们可以把这种外援对独裁稳定性的影响比喻成一个系统的两大支柱，只要支柱稳固，房顶政权就屹立不倒。可如果两根支柱同时断裂，房顶瞬间坍塌，几乎无可避免。在今天的世界舞台上，中国和俄罗斯恰恰扮演了许多小独裁政权的两根主要支柱，他们提供经济援助、贷款、贸易和外交保护，这是财政和政治方面的支援，也提供武器装备、雇佣军，甚至直接的军事撑腰，这是军事方面的支援。北京和莫斯科就像两个强力的供血者，将自己的钱和枪源源不绝地输送给那些理念相近或地缘政治上友好的专制盟友，从而构筑起一张全球威权网络。可是，一旦这两个供血者自身出现问题，不再继续输血打气，那么那些仰赖他们存活的小政权会发生什么事？很可能就如同生物体失血过多般虚弱休克，甚至迅速死亡。换句话说，中国和俄罗斯这双支点的稳定，极大程度决定了其他小独裁政权的生死存亡。现在，我们正看到这两根支柱同时在震动，这可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实实在在的趋势。接下来，我们逐一分析中俄本身面临的困境，以及他们的困境如何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把其他依赖他们的独裁者们一起拉下泥沼。首先看看俄罗斯。曾几何时，莫斯科是许多专制政权最可靠的军事后盾和外交拥护者。然而如今的俄罗斯自己正陷入一场代价惨重的战争和全面的制裁孤立之中。2022年2月，普京孤注一掷发动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试图通过军事行动恢复昔日帝国荣光。然而战争远没有如他所愿速战速决，反而陷入持久战泥沼。战争进行将近2年后，俄罗斯伤亡人数高得惊人，经济上饱受西方制裁重击，财政捉襟见肘。战场上的失利与内部的不满情绪交织，让克里姆林宫的统治基础出现裂痕。2023年年中，更爆发了震动全球的瓦格纳兵变事件。普京昔日的盟友、雇佣军瓦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戈任突然调转枪口，率部队向莫斯科进发。虽然最终兵变因谈判而终止，但这一事件撕下了俄罗斯权力稳如磐石的面具，暴露出普京政权内部隐藏的不安与压力。如果连普京自己都险些被部下逼宫，那俄罗斯这根支柱本身就在晃动，更别提支撑别人的分量了。俄罗斯的困境直接导致他无力如从前般照顾小老弟们。长久以来，俄罗斯通过提供廉价石油、天然气、军火交易、派遣军事顾问和雇佣兵等方式维系着一批盟友政权的生存。例如叙利亚的阿萨德能挺过内战，就是因为俄军在2015年果断出兵驰援，用空袭帮他逆转了败局。再如东欧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020年他的统治遭遇大规模群众抗议，差点垮台，也是普京立刻表态愿出兵维稳提供贷款纾困，才帮他挺过难关。此外，俄罗斯势力深入非洲，透过瓦格纳集团在利比亚、马里、中非共和国等地协助当地军政府和独裁者镇压反对派，以换取矿产利益和地缘影响力。可是现在，随着俄军主力深陷乌克兰，兵力物力消耗巨大，俄罗斯开始从其他地区抽调资源，瓦格纳在非洲的活动缩减，其首脑已身亡，非洲盟友人心惶惶。俄罗斯对叙利亚战场的投入也明显下降，部分部队和防空系统调回本土使用。卢卡申科虽然还有俄军驻扎撑腰，但如果普京政权哪天自身难保，白俄也将失去最大的靠山。
更致命的是，俄罗斯的经济援助开始力不从心，自身经济在制裁中衰退，能源收入锐减，自顾不暇，对外的贷款投资项目不得不缩水甚至搁置。曾经仰赖俄罗斯优惠石油的国家，如古巴、朝鲜，现在发现油船变少了，价格涨高了。曾依靠俄罗斯军事技术的国家，如伊朗购买防空系统，也感受到供货延迟和有限。甚至连过去期待俄罗斯撑腰与西方对抗的国家，现在也开始怀疑莫斯科到底还有多少能耐。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普京政权本身发生变故，例如因战争失利或内斗而垮台，那对这张威权网络将是毁灭性的打击。要知道，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长期以来替叙利亚、伊朗、委内瑞拉等友邦挡下无数国际谴责和制裁动议。如果换上一个亲西方或至少无心经营这些联盟的新政府，这些小兄弟顿时就会失去国际保护伞，暴露在制裁和压力之下。同时，新政权为了自身发展，可能切断对外耗费金钱军力的支援，把资源用于国内。想想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叶利钦政府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援助，导致古巴经济在90年代初陷入极端困境，几乎饿死无数人。哈瓦那那段黑暗岁月被称为特别时期，就是苏联援助突然中断造成的。如今历史可能重演，一旦莫斯科不再愿意或不再能够书写，那些年久失修靠克里姆林宫供养的政权将瞬间面对生存危机。阿萨德可能撑不住，卢卡申科可能逃亡，那些靠俄雇佣兵撑腰的非洲军政府也许一夜土崩瓦解。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这根支柱的晃动会让这么多独裁者夜不能寐。再来看看另一根巨柱中国，北京方面多年来在全球大撒金钱，通过经济实力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影响网络，被形容为以前养有的金钱外交或债务外交。特别是近10年来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共政权向许多亚洲、非洲、拉美国家提供巨额贷款、基础建设投资，扶植了一批政治上亲近他的政权。同时，中国也利用自己市场庞大的优势，购买像伊朗、委内瑞拉等受西方制裁国家的石油和原物料，以资金挹注的方式帮助这些国家减缓经济压力。再加上中国在技术上提供监控设备、网络防火墙等维稳工具，让一些威权政府能更有效控制国内舆论。可以说，中国对不少独裁政权而言是主要的输血管，提供关键的经济氧气和高科技镇压手段。可是最近几年，中国自己的经济引擎开始熄火了，这就像书写者本身血液供应不足，自然无法再无条件书写给别人。2023年前后，中国经济出现明显的放缓和内在问题，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债务高筑，青年失业率创新高，人口出生率骤降，导致劳动力短缺。再加上美中科技战与全球产业链调整，使得中国出口受阻，种种因素导致这个曾经的世界工厂进入所谓通缩内爆阶段，经济缺乏动力，物价下跌，投资缩减，连带使财政收入锐减。中国政府不得不缩减很多对外投资项目，审慎评估海外贷款的回报。对于一些无法偿还贷款的国家，例如非洲某些国家因疫情和经济低迷无力还债，中国开始态度强硬，不再大手笔免债，而是要求重谈条件，甚至扣押担保资产。这种转变让很多曾经从中国得到轻松借款的威权领导人开始头痛，未来钱不好拿了，而且过去借的钱要还。中国已不像以前那么阔绰慷慨，除了钱袋子收紧，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压力也与日俱增。随着西方国家加强对中共扩张的警惕，北京不得不有所收敛外交攻势，避免触怒更多国家。在联合国等场合，中国仍为一些友邦说话，例如多次联合俄罗斯否决谴责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动议，或者批评美国制裁古巴和伊朗的不人道。但中国也开始顾虑自己的国际形象和利益，未必无条件力挺到底。举例来说，中国今年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的态度就相对低调很多。北京虽然反对外国介入委内瑞拉内政，但也逐步和委内瑞拉反对派接触，为将来两手准备。而对伊朗，中国虽继续买伊朗石油，但同时也和阿拉伯邻国搞好关系，
甚至斡旋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复交，扮演一种平衡者角色。这说明中国对小兄弟们的支持更多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非意识形态的无私援助。一旦哪天这些友邦变成沉重负担或国际风向巨变，北京完全可能果断放手。中共领导人心中有本账，如果保住自己政权需要抛下几个小伙伴，他们绝不会犹豫。更大的变数在于中共政权内部也潜藏不安，一方面经济困顿让中国国内民众的不满累积，另一方面习近平近年对内高度集权，对外强硬，使中国的政治环境日益紧绷。如果中国国内出现严重动荡，例如经济持续恶化引发民生抗议，亦或是高压统治下爆发意外的政治事件，想想2022年底白纸运动使民众走上街头那一幕，北京势必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对外援助将降为次要。同时，万一中国政权本身遭遇执政危机，就像苏联末期那样捉襟见肘，甚至可能出现统治层更替，那现存的对外支援网络可能顷刻瓦解。这个道理其实和俄罗斯类似，当大树倒了，底下乘凉的小树们也难独善其身。总而言之，中国这个最大金主一旦不再给钱给力，将有一批靠它续命的独裁政府陷入危境。中国和俄罗斯这两根柱子，一根军事，一根经济，如今都在面临各自的压力和危机。如果两根都撑不住了，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国际上专制政权出现排队跳楼似的接连崩塌。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那些坐在危楼上的独裁者们，看看他们如今的处境，谁最有可能成为下一块掉下来的骨牌。说到下一个阿萨德，我们得先回顾一下阿萨德本人的故事。巴沙尔·阿萨德，叙利亚的世袭独裁总统，原本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时几乎要被国内起义推翻，然而他之所以撑到现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两个外援，一是伊朗给他的财政和军事支援，源源不断的资金、武器，甚至派来黎巴嫩真主党战士助战；二是俄罗斯在关键时刻直接出兵空袭反对派，提供外交庇护。可以说，阿萨德是经外力救助而幸存的典型。如果没有伊朗和俄罗斯这两根支柱，阿萨德早就倒台，被称为前总统。那么下一个阿萨德这个说法其实隐含着两层意思，一方面它指的是下一个像阿萨德这样命悬一线，全靠盟友救命的独裁者，换句话说，下一个需要外援也许都救不活的统治者。另一方面也可以指下一个将被推翻的独裁者，就如同阿萨德差点的下场一样，只是这次恐怕没有奇迹续命药。放眼当今世界，有好几位重量级独裁领导人的政权正处于风雨飘摇中，而他们恰恰都与中俄有着千丝万缕的依存关系。我们逐一盘点，看看哪些名字可能出现在这份多米诺骨牌名单上。首先映入脑海的是古巴，这个加勒比海小国的共产政权自菲德尔·卡斯楚以来已经延续了将近64年，从1959年革命胜利算起，曾经是苏联在西半球的一枚旗帜。苏联时代，莫斯科每年用巨额补贴和贸易优惠养着哈瓦那，让古巴人民过上相对体面的日子。然而苏联解体后，古巴顿时失血，经济体系几乎崩溃。1990年代初那段日子，物资匮乏，电力短缺，营养不良盛行，人民煎熬度日。尽管如此，卡斯楚政权还是硬撑了下来，他靠着铁腕镇压和极简生活动员，熬过了特别时期。撑到21世纪，古巴又交上另一个盟友，拉美石油国委内瑞拉。在扎维斯和马杜罗执政时期，委内瑞拉以几乎白送的优惠条件，每天供应古巴数以万桶计的石油，换取古巴派医生和安全顾问支援。这种石油换服务的同盟关系，帮助古巴度过了苏联垮台后最艰难的10几年。然而好景不长，委内瑞拉自己的经济在近10年濒临崩溃，自顾不暇，对古巴的资助锐减。古巴又将希望部分寄托于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在古巴投资一些基础建设项目，捐助太阳能电站和粮食。俄罗斯则在国际场合力挺古巴，近年也开始提供有限的燃料援助。但相比过去苏联和委内瑞拉的输血，这些新支援的规模只是杯水车薪。古巴经济近年持续恶化，
情况几乎回到30年前的至暗时刻。数据可以说明古巴政权当前的危急程度。有独立研究指出，古巴正经历全球最快的人口衰减之一。由于经济崩坏和生活无望，最近4年来，约1/4的古巴人口选择了离开祖国。想象一下，4个古巴人里走了一个，岛内城市街头出现大量房屋破败，无人居住，劳动力和青年人几乎被抽空。曾经拥有超过1100万人口的古巴，现在可能已跌破800万人大关，不但回到了几十年前的人口水平，还因为年轻人大量出走导致急剧老龄化，如今岛上每4个人就有1位超过60岁。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要复苏更加困难，养老和社会服务更是不堪重负。粮食、医药、燃料这些基本物资供应都频频短缺。2021年，古巴经历了自共产革命以来罕见的大规模全国性抗议，成千上万愤怒的民众在哈瓦那及各地走上街头，高喊自由和我们饿了，抗议政府无能和专制。那是真正令古巴共产党高层胆寒的一刻，他们第一次看到如此多普通百姓不顾镇压威胁，勇敢表达对体制的不满。古巴现任领导人迪亚斯·卡内尔当时下令武装警察和民兵镇压示威，上千人被逮捕入狱，此后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然而，压制并没有让问题消失，经济困境更深了，通货膨胀在2021年高达 70%，电力基础设施老化导致每天长时间停电，居民为基本食品和药品绞尽脑汁。直到今天，哈瓦那街头时常堆满无人清理的垃圾，汽车和工厂缺油而停摆。2022年至2023年间，古巴人口又因逃离潮骤减 18%， 加速了恶性循环。这幅景象仿佛历史重演，特别时期的幽灵再次笼罩古巴。而现在，古巴面临的外部环境比起90年代更为严峻。当年苏联虽没了，但美国对古巴相对没那么紧逼，扎维斯委内瑞拉也在成长期提供后援。可如今，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重新上台，假设的场景对古巴和委内瑞拉采取强硬路线，美国在加勒比加强军事存在。就在2026年初的场景中，我们看到一个惊人的发展。美军特种部队突袭抓捕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将这个美洲社会主义强人押解赴美受审。消息传来，拉美局势巨震。在美国的震慑与鼓舞下，古巴反政府人士的士气大振。华盛顿直接警告哈瓦那当局，不得暴力镇压岛内的不满声音，否则将采取行动。这对古巴共产党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他们发现过去在背后撑腰的靠山，如今自顾不暇，甚至倒台。马杜罗已被抓，而北京和莫斯科的援手也非常有限。俄罗斯只表示震惊，中国嘴上声援却拿不出实质帮助，就连古巴政府自己的人马也开始心存疑虑。我们真的还守得住吗？古巴很可能正站在巨变的前夜。当经济没有出路，民众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强力镇压只能延缓崩溃，但无法避免最终的火山爆发。如果北京和莫斯科继续疲于自身，而无力鼎力相助，或者美国和西方加码施压，古巴政权可能会在短短数月内出现垮塌。或许开始的信号会是新一轮全岛的民众抗议浪潮，这次规模比2021年更大，诉求更彻底，也可能是执政党内部出现分裂。一些较年轻的官员和军方将领不愿陪老领导集体陪葬，选择逼宫改革，甚至与反对派谈判。想象一下，如果数十万哈瓦那市民再次涌上革命广场，这次军队却按兵不动，不愿再为政权开枪，那将会发生什么？卡内尔的政府很可能挺不过夜晚。古巴政权的倒台并非天方夜谭，而更像是即将到来的真实新闻标题。接下来把目光转向中东的伊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统治至今也超过40年了。自1979年革命以来，一直由神权、宗教领袖和强力的革命卫队掌控。过去，伊朗政权虽专制，但相对稳固。一部分原因是他在国际上找到了一些支点，支持自己对抗西方封锁。中国长期大量购买伊朗石油，尽管有美国制裁，但透过各种灰色渠道把钱送进德黑兰的口袋。
俄罗斯则与伊朗在叙利亚战场并肩作战，也向伊朗出售核技术和军火，双方还互相在外交上撑腰，形成某种反美战线上的盟友。因此，尽管美国和欧洲对伊朗实施严厉经济制裁，伊朗经济困难归困难，尚未彻底崩溃，每年还是有硬通货流入，政府能发工资，军队有经费运转。然而，这几年来，伊朗统治集团面临的内忧外患同时达到新高峰，让他们进入了数十年来最脆弱的时刻。首先是内忧，伊朗年轻世代对神权体制的反感越来越强烈。2022年发生的玛莎阿米尼事件，一名22岁女生因所谓头巾佩戴不当被宗教道德警察抓捕后离奇死亡，激起全国公愤。从2022年9月开始，大批伊朗民众走上街头，女性公然摘下头巾，焚烧象征压迫的头巾布料，年轻人高喊着女人、生命、自由的口号示威。这场抗议遍及全国几十个城市，持续了好几个月。尽管当局血腥镇压造成数百上千人死亡，上万人被捕，仍未能完全平息民众的不满。伊朗经济状况则更加剧了人民的怒火，货币里亚尔几乎年年贬值，通货膨胀率长期高于 40%， 年轻人失业率极高，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看不到未来。就如同古巴出现人才外流一样，伊朗近年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选择移民西方或邻国，大脑流失让国内经济雪上加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25年伊朗经济增长率可能不到 1%， 远低于周边中东国家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伊朗人的生活水平还会进一步相对下降。曾经小康的中产阶级现在纷纷滑入贫困，肉蛋奶成了奢侈品，电力和水供应也不稳定。许多伊朗百姓直言，我们受够了，宁愿冒死抗争，也不想这样苟活。其次是外患，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扩张和对抗策略近来遭遇挫折。长期以来，德黑兰透过培养代理人势力，如黎巴嫩真主党、也门青年运动、伊拉克部分民兵等来扩大影响，牵制敌人。但近年中东局势变化，伊朗的对手们开始反击。2023年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爆发大规模战争，以色列指责伊朗背后支持哈马斯。伊朗虽然表面上声援哈马斯，但也顾及自身实力，没有直接卷入战事。然而这场战争可能使伊朗与以色列的矛盾升级。如果以色列得到美国更大力的支持，甚至不排除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打击，那伊朗将面临严峻的外部军事压力。事实上，有模拟情况显示，2025年6月曾出现一场12日战争，以色列为摧毁伊朗核能力发动精准空袭，美国则有限度参与协助。伊朗的防空和军事基础设施在那次冲突中受到重创。虽然这只是假设的场景，但它反映出伊朗外部安全环境的脆弱。一旦战事真的发生，伊朗经不起太长时间的消耗。此外，假如美国在2026年前后更换为对伊朗强硬的政府，如回归的特朗普政府，那么美国可能会祭出更严厉的制裁和施压，例如切断伊朗的石油黑市销售渠道，制裁协助运油的影子船队，或推动欧洲盟友恢复联合国制裁机制等等。伊朗主要收入来自石油出口，如果这些漏洞被堵上，加上全球油价预计在2026年下行，伊朗财政将进一步恶化。综合以上内忧外患，伊朗政权也许正走到一个临界点。革命卫队和安全部队固然仍忠于当权者，但在国内外压力同时猛增的情况下，他们能镇压多久也是未知数。假如未来几个月，伊朗再次爆发比2022年更大规模的全国性抗议，同时外部没有缓冲，比如俄罗斯因乌克兰战事自顾不暇，中国忙于经济问题，给不了多少援助，那伊朗政权就可能孤立无援地面对人民的怒火。想象一种可能，2025年末，连续的通货崩溃和物价飞涨，终于点燃全民抗议，各族群、各阶层人民齐聚德黑兰街头，要求终结神权统治。安全部队开火镇压，数千人倒在血泊，但示威者人数不减反增。局面僵持时，美国发出严厉警告，甚至暗示可能采取军事行动防止大规模人道灾难。伊朗统治集团内部此时若出现裂痕，也许一些务实派高官认识到局势不可逆转，
开始酝酿让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台以平息民愤。也许革命卫队中某些将领觉得长期镇压导致军心涣散，不如逼宫成立军政府暂管等等，无论哪种都是政权崩溃的前兆。当然也可能演变成更剧烈的结果，例如德黑兰爆发武装冲突，极端愤怒的群众攻破监狱释放政治犯，冲击宗教领袖官邸。1979年伊朗革命的场景或将重现，只不过这次推翻的对象是当年的革命者自己。需要注意的是，伊朗政权虽然脆弱，但也不是束手就擒，他们可能比其他独裁者更加凶狠抵抗，毕竟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和颇具规模的镇压机器。但俗话说，压力越大，反弹越强。若有朝一日伊朗政权倒台，很可能会以一种剧烈而戏剧性的方式发生，类似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那种最后关头的垮台，也可能伴随流血和动乱。无论如何，伊朗确实是列在下一个名单里的一个高风险案例。讨论到专制政权，绝不能漏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韩。金氏家族统治北韩超过70年，是当今最封闭、集权色彩最浓厚的政权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北韩政权似乎已经与外部世界脱节，仿佛一座孤岛，不太依赖国际经济体系运转，而能维持内部高压控制。因此有人可能认为，即便中国和俄罗斯不管北韩了，金正恩照样能靠自己恐怖统治撑下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北韩经济之脆弱超乎许多人想象。这个国家多年粮食严重短缺，工业落后，每年依靠中国的援助和贸易才能勉强糊口。中国是北韩的经济生命线，超过90%的对外贸易是同中国进行。中国提供北韩大部分的燃料、化肥和机械零件，也容忍北韩劳工在中国打工赚取外汇。俄罗斯虽然影响力较小，但也给北韩一定的外交支援，偶尔提供粮食和能源。更不要说北韩所需要的先进武器技术，例如核武、导弹技术，早期部分来自中俄。虽然如今北韩核武已自成体系，但维护和升级也需要一些外部资源。北韩政权曾经历过一次极为惨痛的失血教训，那就是1990年代中期的大饥荒。当时正值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停止给北韩优惠的石油和粮食援助，中国那几年也因自身改革暂时减少对外援助。北韩突然陷入无依无靠的境地，碰上连年自然灾害和政策错误，导致农业欠收，结果在1995年前后爆发大规模饥荒。据估计，北韩当时饿死了数十万到上百万人，相当于总人口的5%以上。而令人震惊的是，即使死了这么多人，金正日政权并没有垮台，靠着近乎完全的信息封锁和集权手段，以及军队对粮食资源的优先占有，北韩硬生生撑过了那段苦难行军时期。等到90年代末，中国恢复援助，国际社会也有人道救援进入，北韩才缓过一口气。这说明北韩政权的韧性确实惊人，其控制社会的能力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然而也从反面说明，北韩离不开外部输血太久，当年没有外援的几年，他差点把自己的人民吃光了。倘若不是随后中国决定不愿看他垮掉而伸出援手，北韩统治也许就崩溃在20多年前了。那么今天，如果中国和俄罗斯都陷入困境，甚至对北韩撒手不管，北韩会发生什么？可以想见，平壤当局仍会试图以封闭和高压维持秩序，就像90年代一样勒紧腰带，把损失转嫁给平民百姓。但北韩已没有多少闲余人口和资源可以耗损了。北韩目前人口大约2500万，人均粮食供给本就不足。如果中国停止或大幅削减粮食、燃料供应，不出半年，北韩全国可能再次陷入饥荒和工业停摆。当信息技术比90年代更加发达的今天，即便北韩严控消息，饥荒的消息也许还是会走漏，人心将更难安稳。尤其要命的是，北韩军队的忠诚依赖2点：对最高领导人的狂热个人崇拜和对特权待遇的依赖。一旦物资短缺到连军队供给都保障不了，基层士兵饿肚子，军官捞不到油水，那么金氏家族神话就可能开始动摇。有人可能会铤而走险，出现军中倒戈或地方武装尝试自立等乱局。
在极端压抑的高压社会下，一旦有局部地区出现秩序溃散，人民积累多年的恐惧可能转化为狂暴，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朝鲜版内乱就可能发生，有点像罗马尼亚1989年民众和部分军人联手推翻独裁者，只不过北韩的情形可能更血腥，更无法无天，因为社会矛盾被压抑太久，一朝决堤将势不可当。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提，北韩政权不像别的独裁国家，他手上还有一张终极王牌——核武器。金正恩政权可能在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疯狂反扑，把局势升级为国际核危机，用玉石俱焚的威胁来逼迫外部重新援助，或至少不干涉。这使得北韩问题成为骨牌效应中最复杂、最危险的一环。理论上讲，如果中国崩溃，北韩多半也撑不下去，但北韩垮台的过程中，外部世界将如履薄冰，因为一个核武器掌握在不稳定手中的倒台政权，其核设施和军火库安全是重大挑战，可能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干预北韩局势，例如中美俄韩日五方合作，平稳接管。但这已超出我们今天话题的范围，属于独裁倒台之后的篇章。就倒台本身而言，北韩并非不可动摇的铁板一块，只是它的倒台几乎必然跟中国的崩塌同步，或者作为后者的直接延伸结果。所以在讨论全球独裁政权排队跳楼时，北韩金家政权的剧终很可能会是大结局中的一幕。而若要问谁是下一个阿萨德，北韩或许不会是最先的一个，因为他还在等他的大靠山中国出事后才轮得到他。除了上述几个焦点国家，其实还有不少威权独裁政权，处境危急且和中俄息息相关。我们不妨简略浏览几个例子。叙利亚，前面我们谈了阿萨德差点完蛋却捡回一条命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阿萨德的命是绑在普京身上的。如果俄罗斯真的因乌克兰战争或者内乱而撤出叙利亚战场，那阿萨德几乎注定撑不住。事实上，已有国际分析在模拟阿萨德政权的崩溃场景。假如俄罗斯因乌克兰失利无力他顾，伊朗又被以色列拖入冲突无法增援，叙利亚境内被压制多年的反对派武装将乘势反攻。在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有一支脱胎自前基地组织的反抗军沙姆解放组织 HTS， 这些年一直壮大且日趋组织化。在东部和南部也有不满阿萨德统治的各族群时刻伺机而动。2024年前后，叙利亚政府控制区曾因经济完全崩溃而爆发民怨，连传统支持者如阿拉维派、德鲁兹派民众都举行示威，要求阿萨德下台。这些迹象表明，一旦外援抽离，叙利亚政权内部也可能四分五裂。或许阿萨德最后的结局不是像卡扎菲那样被愤怒民众当街处决，就是仓皇出逃莫斯科或德黑兰。谁会是下一个阿萨德？有可能真就是阿萨德本人。如果他的两大靠山都倒下，他再难有第二次奇迹。白俄罗斯，卢卡申科号称欧洲最后的独裁者，执政已近30年。2020年大选舞弊后，全国人民走上街头要求他下台。那些日子的明斯克街头10几万人海，世界都为之侧目。卢卡申科一度摇摇欲坠，但他背后站出一个强力后盾——普京。俄罗斯给白俄提供紧急贷款抚平经济动荡，还派顾问协助整肃军警队伍，甚至扬言若白俄局势失控将派俄军入驻。这番大棒胡萝卜骑上，撑住了卢卡申科的政权。他对国内反对派展开残酷清洗，成千上万人被捕，主要意见领袖非逃亡即入狱，抗议终告平息。然而，这只是表面的稳定，一颗定时炸弹埋在地底。白俄人民对卢卡申科的不满并未消散，只是被高压暂时盖住。如果未来普京不在了，或者无暇顾及白俄，卢卡申科在面临抗议时就孤立无援，甚至可能不用等到民众造反。俄罗斯一旦变天，新领导人也许觉得卢卡申科太不灵活或成负资产，直接撤销对他的支持。白俄罗斯的精英阶层一直对卢卡申科不满，他倚仗的只是安全机关。当外部靠山不在，安全机关也可能见风转舵。也许届时我们会看到白俄版的宫廷政变或军方逼宫，迫使卢卡申科下台流亡，随后白俄快速走向民主转型。这一剧本不是没有先例，
2017年的津巴布韦政变就是类似情形。中共的老盟友，执政37年的穆加贝被自家军方解除职务，所以卢卡申科很可能也是名单上早晚要倒的骨牌之一。时间点取决于普京这根支柱什么时候折断。委内瑞拉，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堡垒，马杜罗政权在中俄的双重扶持下撑到了现在。委内瑞拉坐拥世界最大石油蕴藏，然而马杜罗的统治却让经济崩溃，货币极度贬值，数百万国民逃往国外寻求活路。按理说，这样的政府早该在民众饥饿抗议中垮掉。事实上，2019年前后，委内瑞拉确实差点出现变局。反对派领袖瓜伊多宣誓为临时总统，获得美国和多国承认。大批民众上街示威，要求马杜罗下台。可马杜罗之所以顶住，一方面靠军队高层站在他那边，他给军方将领大权和利益，关键时刻军队守住了总统府；另一方面就是外援救命，俄罗斯伸出援手，派遣军事顾问保护他，运来物资。中国则不公开介入政治，但在背后反对国际干预，并继续与马杜罗政权进行贸易和贷款重组，避免其完全破产。因此马杜罗惊险地稳住了阵脚，瓜伊多方面的变革机会则错失。随后几年，美国的注意力转移，他们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在瓜伊多失势后似乎缓和，加上2022年俄乌战争令石油市场紧俏，美国还一度默许委内瑞拉增产石油出口，以换取马杜罗与反对派对话。马杜罗政权反而相对缓了口气。然而，如果未来情势有变，假设2025年特朗普上台后对委内瑞拉采取强硬政策，或者干脆如前文所说进行外科手术式抓捕，那委内瑞拉将瞬间风云突变。马杜罗一倒，古巴马上失去石油来源，那更撑不住。而对北京而言，这象征着他在拉美经营多年的左翼朋友圈崩散，另一块多米诺骨牌，古巴也将摇摇欲坠。如之前所述，马杜罗本身的前景极大取决于中俄的态度。倘若俄罗斯自顾不暇，不再保他，中国也评估觉得压他不值得，马杜罗手里的牌就不多了。委内瑞拉军方高层虽和他利益绑定，但也未必愿意陪他玉石俱焚。如果美国或国际社会给出足够诱因，一些将军搞政变，交出马杜罗以换取既得利益延续，也是可能剧本。总之，马杜罗的委内瑞拉政权亦是在风中飘摇的一叶，等着骨牌推力的到来。缅甸，缅北军政府2021年2月发动政变夺权的缅甸军政府，在亚洲是一个血腥独裁的新案例。缅甸军方推翻民选政府后，国内爆发大规模公民抗命与武装抵抗，至今内战状态持续，军政府却拒不妥协。撑着军政府的有两股外力，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出于地缘利益，与缅甸军方保持友好，提供外交保护和一些经济合作，并默许武器流入。俄罗斯则公开支持军政府，向其出售战机等重武器。普京甚至在2022年接见缅甸军头敏昂莱，给足面子。然而军政府在国内并没有真正控制全局，大部分农村地区处于少数民族武装或民兵组织，称为人民防卫军 PDF 的实质统治下。若非中俄撑腰，缅甸军政府恐怕难以长期维系财政和军火库的供给。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俄罗斯停止军援，自己没武器余力了，中国也在内政压力下减少对缅甸关注，那缅甸军政府可能再也镇压不住四起的反抗，民间武装逐渐壮大，包围城市，军队士气下降，甚至有人倒戈。终有一日，军政府高层可能逃亡或被俘，缅甸迎来民主力量重新执政的契机。这虽然可能还需要不短时间，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俄共写的持久性。假以时日，缅甸军政府的倒台也在清单之上。除了上述国家，还有一些专制政权，虽非直接由中俄撑腰，但也在这波民主浪潮与强权退潮中可能受到波及。例如非洲的厄立特里亚，号称非洲北韩，亚洲的柬埔寨，虽然最近完成了父传子权力交接，但仍是威权统治，也高度依赖中国经济。中亚的一些斯坦国、哈萨克、塔吉克、土库曼等都曾靠俄中平衡来压制民主，但未来平衡变动可能带来变革。当然，每个国家情况不同，不一定都在同一时间段内巨变。然而，一旦中国和俄罗斯这两大巨头真的出了大问题，
全球专制体系的地心引力将大大减弱，许多以前稳坐江山的独裁者会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孤立无援的裸王，而历史往往就是如此残酷又讽刺。那些平日里高呼不需要外人干涉，我们主权独立的独裁领袖，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才明白自己早已离不开大国的撑托。当年苏联一垮，东欧小弟们纷纷变天，如今若中俄失利，世界其他专制政权重演排队跳楼一幕，也毫不令人意外。回到我们开篇抛出的问题，谁是下一个阿萨德？或者更直白些问，下一个被人民推翻的独裁者会是谁？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列出几个最有可能的名字和顺序。也许古巴的迪亚斯·卡内尔会成为第一张倒下的牌，经济崩溃和失去援助，让他的政府1年内垮台，结束古巴共产党超过60年的统治。紧接着，伊朗的哈梅内伊和强硬派集团可能因内外交困而倒台，伊朗迎来新政，虽然前景未必马上民主，但至少神权统治会裂解。接下来若俄罗斯和中国持续陷于麻烦，叙利亚的阿萨德也许最终走向他父亲没交给他的结局，成为前总统，或狼狈逃亡，或身陷囹圄。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也跑不掉，他极可能在普京退场后被自家人抛弃，结束长期执政。马杜罗如果没有在美国的霹雳手段下提前被生擒，也可能在失去中俄撑腰后被委内瑞拉人民赶下台，结束这场灾难性的社会主义实验。然后还有北韩的金正恩，他是最难预测的一颗骨牌，也许不是很快，但如果中国巨变，金氏王朝也将迎来命运攸关的抉择时刻，集权的黑夜有结束的可能。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一种大历史的戏剧性，也许真正下一个独裁倒台的不是上面列的这些，而是更大的一个名字，譬如普京自己，甚至中共政权本身。如果真是那样，那将是一场更巨大的骨牌震颤，世界版图势力重新洗牌，其余小独裁者几乎注定如秋风落叶一般无一幸免。毕竟当年苏联解体的冲击波不但震垮了东欧，也引发了亚洲、非洲、拉美许多国家的民主化浪潮，那一次被称为第3波民主化，而下一次也许已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的民主浪潮，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第4波。有趣的是，历史经常在反复中前进，过去10多年被一些学者称为民主倒退期，因为全球范围内威权主义似乎卷土重来，中俄变得更强势，不少国家出现民粹强人，民主国家内部也问题丛生。然而正当很多人悲观以为专制有优势，民主在衰落时，现实忽然冒出一连串反转剧情。俄罗斯陷进侵略战争无法自拔，中国经济奇迹熄火走向麻烦，伊朗爆发连绵不绝的抗议，甚至在专制统治最稳固的地方，如中国也曾冒出年轻人举白纸反抗的画面。这些迹象显示出专制模式的内在脆弱，它们看似坚固，但一旦临界点到来，就会像玻璃般碎裂，而且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专制政权之间其实此消彼长，休戚相关，一个倒了，另一些就少了支援，多了危机，从而引发连锁效应。反之，民主国家若增多，也会对残余的独裁者形成更大压力，进一步鼓舞那些国家的人民去争取改变。当然，我们也必须保持清醒，纵然那些独裁者纷纷倒台了，新生的政权未必立刻是开明民主的，有可能经历动荡的过渡，甚至出现新的乱局。例如叙利亚阿萨德倒台后，谁能掌权？反对派内部会不会再度内斗？伊朗神权垮台后会不会军方接管？北韩统一过程是否和平？这些都是巨大的未知数。然而，至少那将是历史走向下一页。对于多年受压迫的人民而言，推翻独裁统治本身就是值得奋斗和期待的改变。每一块骨牌的倒下，都是无数生命和勇气换来的胜利瞬间。最后，我们不禁想象未来某个画面，在全球新闻的头版头条上，一系列熟悉的独裁者名字前出现，前字前，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逃亡，前伊朗最高领袖逃亡或被拘，前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宣布辞职，前白俄罗斯总统寻求庇护。这些场景看似遥远，但在变革来临时可能集中发生。一切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你推我，
我推你。历史的巨手只需轻轻一推，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们便会发现自己站在悬崖边，排成一排，一个个往下掉。谁是下一个阿萨德？或许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答案。在专制铁幕后苦熬的人民早已翘首以待那一刻的到来，而对我们其他人来说，见证历史转折的时机正在接近。就让我们拭目以待，骨牌倒下后的世界将迎来怎样的新生黎明。在这巨变前夜，唯有一句老话送给那些还紧抓权柄不放的独裁者们：谁来得晚，就要承受命运的惩罚。历史的列车从不等待落伍者，如果他们执迷不悟，那就准备好依序登上那通往深渊的跳台吧。人民的耐心已经耗尽，变革的骨牌已经摆好，只等第一张倒下时，那不可逆转的自由旋风将把一切陈旧专制的残垣带走。